大家好，这里是虚人梦啊，继续上一期视频，开个朝会吧，提升一下正统性。这个事件有点好玩的呀，我的主教来参加朝会了，然后身后是两个仆人啊，拖着一只被锁住的巨狼。我的小手和学会怎么骑它的啊，上吧！不是我靠，哥们儿你真学会了，我靠你也太强大了，我们才是小丑啊。至于北方动乱啊，我觉得可以加速一下啊，比如说苏格兰持有的这块坎伯兰，这里其实是英格兰的法里啊，我们宣战夺回这块土地啊，顺便也是给这北方这些昂萨人亮刀剑啊，展现一下实力。怎么啊？刚宣战，这个苏格兰国王军队被全歼了啊！现在整个苏格兰举国军队就差骑士了啊，是反暴政打输了。我的小手怎么死了？你是忘了喂食，所以说被巨狼吃了吗？啊，肺痨啊，那没办法，得了肺痨可以说是必死了。另外，新上位的苏格兰国王啊，集结好军队来了，1300多人啊，这个直接撞就行了。啊，我也废了这是瘟疫啊！嗨呀，忘了这个了，那找个医生治疗一下吧。啊，你怎么还没治好？情况恶化了，无命休矣啊！濒死都出了，我靠！可是哥们儿，你明明称职度是极佳呀，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你就是想害我。你说吧，你收了理查多少钱？苏格兰这边的战争啊，16个月就打完了，非常的顺利啊。伯里教宣布了他们新的信仰领袖。我在英国啊，我怎么能够第一时间知道非洲这种消息的啊？我在说什么蠢话？我可是英国呀！转眼间30岁了啊，在这个肺痨还没有好情况下，又该揉一次负面特质了。完了，脆弱其实也还好啊，对吧？起码不是纤弱或者衰弱，对吧？脆弱是最低级的这个负面健康特质了，它只是一个轻微惩罚但是即使如此啊，濒死状态还是又一次弹出了。身似铁打还得几年啊！目前点了医学重心的情况下，健康也是只有 1.2， 随时可能会暴毙而亡啊，只能听天命了。坏了，精神崩溃！再吃压力会涨一级压力等级啊，还要再爆，只能选谪居或者酒鬼了。其实也没什么好选的，那个酒鬼会减健康啊，那必须是谪居了。又到了肺痨治疗时间了，这次你要再给我出医疗事故，我可能来不及杀你，我可能当场就死了。谨慎太晚了，赌一把。好，活啊！这个疾病症状极大减轻啊，健康一下子从 1.2 涨到 3.7， 稳了。这一劫算是扛过去了，是时候征服世界了。挪威国王这边也是很会抓 timing 啊，马上就宣战了，还要帮忙。挪威是我们最重要的盟友了，这个是一定要帮的。毕竟啊，我们有血缘关系啊，都是维京人，而且战略意义非凡。他们集结好的部队只需要经下北海，直接就登陆伦敦了。这次战争啊，这个我就不参与了，我要留在伦敦维稳。毕竟北方昂萨人动乱还没结束这次的朝会有点意思啊。我的一个熟人啊，阿尔方斯，他想要做我的骑士或者是贴身侍卫啊。按理说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，但是吧，他是男童，我觉得他另有所谋啊。刚好圣殿骑士团大团长这个恩奇奥总是需要男人，我给你送到骑士团多好呢，对吧？全是大小伙子，天天喊打喊杀的，对吧？而且几乎都是男的，太适合你去了，别谢我客气什么。另外就是我们的军队啊，到挪威了啊，这里出现了操作失误啊。我们3500人军队要接战敌方6800人，我原以为要惨败，但没想到大胜了，以少胜多，并且是死了800，杀了3000啊！回放之后才明白啊，这里是山地城堡，接战优势超级高，并且战宽只有 50%， 这个条件就是量身打造的一个以少胜多战场。新版本这个战场优势真的太重要了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这个拿了贡献分，可以100%分这个贡献奖励了。主要也是杀3000多人了，剩下的挪威人应该可以自己解决了。坏了，要出问题了。这才32岁就出了个事件，拿了个体弱多病。你之后再揉一个什么衰弱或者天花怎么办呢？对了，规则是这样子的，如果说揉到了体弱多病，那么要重新再揉一次，每次揉都一定会多一个特质出来。儿子终于有继承人了。坏了，纤弱丑陋不堪啊！紧接着又多个多病，我感觉我要绝嗣了。身似铁打终于点出来了，这下可以多活几年了。战败了！你们挪威人是不是有点太废物了？我怎么又精神崩溃了？又不是我战败了啊！好在是可以选谪居啊，问题不大。没过几年，又一个儿子出生了啊！这个脆弱和丑陋不堪啊！
这个就比大儿子强多了。宗族传承可以点第3级了，持续看护，疾病中等抵抗力，这个还挺重要的。好，天佑我大诺曼底啊！大儿子失去了多病特质。哎，算了，当我没说啊，天没佑。刚宣布大儿子失去了多病特质，开始日渐强壮啊！渐渐首脑就报告说有人要暗杀我大儿子啊！好在是给力啊，这没2天就抓到主谋了。我的姐妹同时也是理查的旅队主管啊，看来这个阿加特啊是这个理查派的成员啊。在理查被我驱逐之后，他选择继续跟着理查混了。闲时无书，又到了1094年了，同时也是我的40岁生日啊。在遥远东方有一句古话叫做30而立，40而不惑。罗贝尔自己应该也感觉到了啊，自己每隔10年就会有莫名其妙的一些变化。愚笨这个还是挺要命的啊！愚笨的话是终极的负面能力特质啊，5维会减4点啊，生活方式或许慢20%，起码是健康没受影响，对吧？还好。嗨呀，还是没保住啊！大儿子被谋杀了。我没有孩子之前，理查是第1顺位继承人啊，生了孩子之后会继承给我的孩子啊，所以说理查有想方设法要谋杀，这没办法。另外1094年了。十字军应该马上就要开打了啊，组个骑士团吧，到时候分配这个跟着理查混的姐妹阿加特啊，让她去这个中东当女王，也算是削弱理查的势力了。要是理查能跟着一起去耶路撒冷啊，那更好了。好，哎，真让我猜准了，十字军可以发起了。不过美拉尼亚，你有点丢人了，教皇，我来引导一下吧，切到耶路撒冷，受益人就选这位阿加特了。哎呦，又于己身，又多了一个抑郁特质啊！轻微惩罚应该是问题不大，而且只是轻微而已嘛。阿加特得麻疹了啊，过于虚弱，以至于不能够成为十字军受益人。这别是理查放出假消息吧？我就不信十字军结束的时候你麻疹还没好，还有7个月发动啊，麻疹又好了啊，那就行。十字军发动前1夜啊，北方最后一个昂萨统治者宣布彻底臣服。北方动乱彻底结束了，我的土地不再分裂，太好了啊！可以毫无忌惮地参加十字军东征耶路撒冷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这个接受英格兰文化啊，英格兰万岁！军队一共是3400人，为了稳妥再拉一支佣兵嘛。就这样，4262人出发耶路撒冷。刚经过了直布罗陀，进入内海啊，康沃尔伯爵发了一封信。我的好弟弟啊，理查还在试图谋杀我啊，真是惊喜啊！不能继续忍着了，发出宗族谴责，这个可以说是江湖追杀令啊！这个被谴责是天主教的罪行之一。中东第一战啊，对方是1000人啊，打赢了，甚至是全歼，太棒了啊！不过也不是什么好事啊。我的最佳预想呢是我的军队被全歼了啊，这样子战争贡献就拉满了，可以稳稳的扶持阿加特做女王。好，哎，说什么来什么啊！穆斯林大部队来了，成功被全歼了啊，死了3700人。这3700条人命将会使得我的王位更加稳固啊，死得值啊！目前是6万对2万，稳了。现在要做的就是稳坐伦敦塔。哎，不对，伦敦塔我好像还没修。哎，不是，等等，你怎么你又得天花了？你真的假的呀？我说怎么受益人又空了？哎，不是，等等，你怎么又好起来了？天花也痊愈了？什么中世纪奈何王啊？哎，十字军马上打赢了，我怎么被宣战了？威严灯。威严灯是什么东西？1300人你敢宣战我啊？另外十字军马上结束了，我想了一下，还是换个受益人吧。就比如说我19岁的侄孙女啊，毕竟阿加特啊已经步入中年了，很有可能生不了了。这个届时耶路撒冷再到外人手里不太合适了。好了，处理一下威严灯大人吧，胆子真的大，1200人敢打我，2009对1001冲！哎，不对，等等。拉2队佣兵应该就没事了啊。不对，感觉还是不行。再拉2队佣兵。我靠，你真的假的呀？这还打不赢啊！再拉，我再补1队。哎呦，终于打赢了，1000多高达呀，哥们儿！7300打1150，我死了3000，对方死270。这个兵种质量真的超乎想象啊！但是不可否认啊，这个和我冲丘令有点关系。哎呦，这一下子给宣城派系也打出来了，一场血战险胜啊，使得本就不服气的昂萨人对英王虚弱更加深信不疑。对方8700人还有点实力的，我们能做的就是先拖着，等伦巴第的盟友到了。
就这样子啊，我和敌军就这样子来回拉扯，他来打我，我就上海，他一回头我就下船啊。好了，盟友到了，一共是8000多人啊，也算是势均力敌了。趁着敌军分散啊，我们还是防守方啊，冲！胜败在此一举，胜了我还是鹰王，败了我就去磕头道歉，撤销谴责，然后跟着老弟理查混。好，看来不用磕头了，全歼3400人，第2场死了200，杀2000，稳了。但是我吧不想打下去了，无条件和平吧，因为我这个50岁了，我又要揉特质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活着啊，而不是治乱。啊，1月这个已经有啊，再揉一次。通奸啊，通奸可还行，这个真的无所谓啊。宣城派系就算结束了，但是还有一场啊，没错，威严登大人啊，他这场还没打完，盟友还在啊，整整的8000人啊，轻松打赢了，甚至我们还活捉了这位威严登大人。抢争胜利那没意思，先砍了再说，继续杀，我非要给你们这个威严登都杀干净了。吉哈德这个哈里发小男孩很年轻啊，这要是打起来了，怕是教会军队都下去手啊，教皇非得想活捉他。双胞胎赛义德还有伤疤，有点战斗经验啊，这个出身啊感觉很传奇啊。另外新的威严登大人也被我抓到了啊，从威尔士这边一路打到苏格兰，又从苏格兰打回诺森布里亚，那马上就要杀干了，这个强制胜利吧，算是解恨了。瘟疫使者经典操作啊，这天主教这个世界爆发瘟疫了，然后就归咎给犹太人，获得犹太人保护者，每月虔诚加20%，持续10年。这个增益好强啊！好了，这个活到老学到老，出发继续访学，又升级了，现在是这个4级的教育特质了。就这样吧，我很满意了。学士这边点出了身心取系，先切回管理吧，等快死了再切回来，这样子收入就高了很多。除了盖建筑之外啊，可以组建一下兵士了，主要可以以这个英格兰特色长弓手为基础，然后搭配一些工程器械就可以了。又是一次深索战争啊，敌方只有3800，这个无所谓啦，随便打一打就行，22个月就赢了啊，全部都分神权出去就好了，我要退休颐养天年了。接着是60岁大寿啊，看这次会揉到什么？哎，体弱多病啊，这个已经有了，重新揉。口吃啊，这个还好啊，这个还好。理查给我送来了85块钱，然后我就身体不适了，哎，笑死，这个有点直球了，说实话，你别杀了，我原谅你，我撤回谴责了。啊，查到了一个想杀我的人，他是理查的主厨以及武器大师，真是完全猜不到主谋是谁呢。间接收到又查到了一个想杀我的人啊，这位呢是理查的首席征粮官以及次官，哎，真的是完全猜到主谋呢，哈哈。操，没两天又查到一个，哎呀，这位是理查的妻子，哎，主谋是谁真的是毫无头绪呢。好了，来看看宝物吧，这里有2个轻微健康增益的香草袋，还有2本同样是轻微的书籍啊，太好了，直接买就行了。哎，哦对，现在的随身书籍是单独的一个宝物槽位了啊，好事啊，多了一个加健康的宝物槽位。还有宫廷里的放置宝物啊，也是淘到了一个轻微增益的书籍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69岁这一年，末日级的瘟疫天花爆发在了附近，并且快速蔓延中。并且这个私人医生防范失败了，瘟疫蔓延到了伦敦。不过问题应该不大，我已经封锁首都了，并且避世隔离了。儿子感染了麻疹啊，就不是天花就行。啊，圣像破坏派的木座，君士坦丁堡啊，好家伙！邪恶罗马帝国的巴泰丽莎改进了圣像破坏派，好活，不愧是邪恶罗马。天花还没有消退，但是我确实是70大寿了，又该揉了，坏了，精神错乱啊！对了，这里说一下这个精神错乱特质啊，这个特质分2种啊，一种是可以遗传的，一种不可以遗传啊，这是一个小 tip。中等健康惩罚还是挺要命的，不过应该问题不算大。接着呢，我发现了一个天大的超级无敌好消息，理查死了啊，5年前死的。我说怎么最近间接收到没有查到想谋杀我的人呢？哎，天花消退了，看来是可以多活几年了。1128年钱攒够了，开始修伦敦塔
啊，城堡等级加6的超级奇观。哎呦，又来末日瘟疫了，还是天花，这天要亡我这是。刚才呢我还手滑点错了，把这首都切到了坎特伯雷，这下要出事了。完了，感染了，新疆救木，医生你赌一把啊，你想怎么做都行，因为普通疗法肯定是不行了。好，我的医生杀了个人当祭品啊，但是不管怎么说啊，这个疾病症状极大减轻啊，我又活了。紧接着天花痊愈了，无敌啊！好家伙，我居然活到了第2次十字军啊，希望能赶上吧。啊，又查到阴谋了。有人阴谋想让我当巫师。嗨呀，你直说就好了嘛，要不是刚才杀了个人当祭品，我早死了。出事情了啊，我信啊，我当然信了。好，第2次十字军开打了，目标还是耶路撒冷啊，因为上一次十字军打完之后啊，我的废物直线女儿很快就给领土全丢了，仅仅1年时间我们就打赢了啊，头衔重新回到了我的直升女儿手里。80岁了啊，应该是最后一次揉了，看一看运气如何。嗨，癌症，哎，这下逼死了。哎呀，刚点出癌症啊，立马就知天命了啊，知天命可以强行续命1年啊。哎，死了，81岁啊。满打满算也算是符合史实上的这个82岁了。最后得到的特质啊，分别是这个奸猾、谪居、通奸、巫师、丑陋不堪、脆弱、愚笨、口吃、体弱多病、抑郁、精神错乱、癌症啊。能活这个年纪真的不容易啊。很开心的是，我们真的实现了目标啊！这个活到81岁，这个应用程序啊，大家可以加群下载啊，也可以随便拿去这个2创使用啊，标明出入就可以了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是这样子啊，感兴趣的话记得3连加关注啊！这里是虚人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